拿成绩首先要看的是把面分。当然我们的比赛规则里也是有这个速度在的，但是毕竟你要射中，你才能有这个速度分。你要完全的信任它。就可能大家都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人马合一吧，因为这两项运动其实是非常的对立的。就是如果你单纯的射箭，它更多的是一种平静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跳缓下来，呼吸稳定下来，然后去在一个很平静的状态下去打中你的目标。但是骑射其实是完全冲突的，你要保证在高速运转下，然后在颠簸下，在你的呼吸急促下去完成一个你该平静状态下时的一项运动。所以首先和马的关系一定是你100%的信任它，你视线里所有的唯一要捕捉的东西就是那个靶子，你的脑子里只有这个靶子，你不能看你前进的方向，你要把你自己全身心的交给你的伙伴，甚至是战友，他和你一起上的是赛场，上的是战场。这是第一次骑射这项运动举办的全国锦标赛。首先它肯定是对于这项运动的发展推广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次就是它对于骑射这项运动制定规则也有着一个非常标准化的规定。因为一项运动想要有一个长久的发展，首先它的规则是要有一个标准化的，就是我们的规则的制定也就是需要一次非常正规的比赛的。规则的定制对于这项运动发展是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后还有就是它能让更多人看见，你只有更多人看见了这项运动，了解了这项运动，才会吸引更多的人来从事这项运动。首先我作为演员，他也算是公众人物，会有更多人能看到我。其实我是有了这个身份，其实对于我推广一项文化、推广一项运动是有着很大的帮助或者是便利的。就是我作为演员是可以给骑射运动赋能的，同时骑射这个技能也是可以对于我其实拍戏，如果说将来有一个角色也是需要，比如说这个角色是需要有骑射的技能，可能我能用得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那么想要做这件事情吗？这是骑射这项运动是和中国历史息息相关的。就算我不是演员，我就是一个从事骑射运动的一个运动员或者一个管理者，我是希望能够看到将来有一天中国的运动员如果去世界打比赛，干他们。20年前打个比方，搏击、拳击也好，还是 MMA 也好，有人练吗？你只在电视上看过，知道泰森是谁，没有人练吧？20年后的现在，拳馆是不是有很多人？他不是奔着运动员去的，强身健体啊，就挨两下打发泄发泄，很多人去学。再想一想滑雪，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们小的时候，冬天，比如去沈阳棋盘山滑雪，那个时候哪有现在这么多年轻人还买雪板，就是租雪板，怎么都想不到现在会成为一个流行的项目。会有很多人假期的时候去新疆，对，张家口去哪去滑雪，想象不到，就是你要看见一项运动的未来，一定不是现在你去想象的，它是肯定是需要有人去推动它，就是我们是希望能够推动它的。像你刚刚说的，它是不是比较难实行啊？那是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马场，马场是不是有人去？你去，虽然马场你觉得门槛比较高，但是你可以去一些马场，还是有很多人去学的，但它是可以成为一个流行运动的，就是受欢迎的运动，这是可以的。就是你慢慢的你看一下这时间的对比，你是可以对比出来的。而且现在骑射是有这个趋势的，因为我从最开始学骑射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一个老师教，就是18年
那会儿其实并没有老师教，也都是分开的。上了几堂射箭课，然后天天骑马。我只是为了完成一个镜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骑射的魅力。而且那会儿我在网上都找不到教学的视频，所以最开始学大概1-2年的时间，我都是自己在研究，我自己练各种各样的上箭方式，自己做箭尾，自己做箭，没有这么好的平台的。但是现在有了各种各样专门教骑射的基地机构，然后有了完整的教学体系，可以更快速的让一个新人入手。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当时在网上都找不到一个教学视频，我都是把那个视频录下来，我自己一点一点慢放，看他们的手法。但是你现在去网上搜一下骑射，到处都是视频。就是这个就代表着一项运动它正在从非常小众变得没那么小众，到现在接近流行。我觉得就是少年应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今年的工作我觉得是很充实，也比较知足吧。然后也面临了很多的坎坷困难，也有开心，也有喜悦。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嘛，我很享受，也很满足。然后我希望明年能够更顺利一点，更顺利一点。然后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规划。我觉得留个悬念吧，透露就没意思了。因为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来到大家面前。但是我其实一直很用心的在准备，希望能够，不管是在以任何一个身份出现，都能给大家带来惊喜，然后对得起观众，然后同时我觉得也对得起自己，就是我觉得充实的，知足的过完这一年，然后过好每一天。